在我认为你的流亡生涯，就我的判断，我希望也有可能提前结束。因为当我看到罗文泰当了行政院长，看到罗文嘉当了政务委员，在2019的党内初选，赖清德来跟当时现任总统蔡英文选的结果是，他遭到网军全面的追杀。我们也请总统能够要求他的网军停止对我的攻击。请他的人，一个是党主席罗文泰，一个就是现在的政务委员罗文嘉，他们两个请他。现在报恩内阁的报恩，可是大家都忘了，彭平，你应该点滴在心头。当时你是民视最王牌的主持人，收视率最高的主持人，身价最高的主持人，学历最高的主持人，你是唯一绿营当中挺赖清德的。你后来被追杀，除了论文之外，我觉得很大的因素，因为当时所有绿营的网军打到赖清德这个球，所有绿营的名嘴一路追杀。有时候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很感慨，也很尴尬。这些人后来4年后全部站在赖清德旁边力争站好。可是4年前他们追杀赖清德的时候，彭碧是唯一挺身而出，结果饭碗丢了，他几乎也破了，跑到美国去。赖清德如果还有一点，我认为感恩之心的话，你不用像罗文泰当行政院长，你不用像罗文嘉当个政务委员，起码让你回到自己的国家，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就看他，如果他不做这件事情的话，我必须要说这个人呢，却让人家很失望。蔡总统的论文，一块巨大的谎言，他的博士学位只是一个骗局的景象。我举发了他，告诉世人真相。但现在我被通缉，让我大方的彼岸。他们说我是叛徒，我是出卖家乡的人，但我只是解开了黑暗中的一点光。我爱我的国家，但我也爱天下，虽然我无法会停止继续寻找。今天呢，正经关不了啊！从早期的正经现实批正经看民事，一路到现在我们的老朋友，也是一路挺我们所有的支持者的杨时秋秋哥今天上我们的节目。那秋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上一次是选前3天，1月10号，转眼之间过了3个多月了。对呀，其实实在我认为你的流亡生涯，就我的判断，我希望也有可能提前结束。因为当我看到罗文泰当了行政院长，看到罗文嘉当了政务委员，当时2018年，记不记得蔡英文因为民进党大败辞掉党主席，2019年罗文泰补选上党主席，当时的罗文嘉当了秘书长。可是不久之后，在2019的党内初选，赖清德来跟当时现任总统蔡英文选的结果是，他遭到网军全面的追杀。挺他的人，一个是党主席罗文泰，一个就是现在的政务委员罗文嘉，他们两个请他。现在报恩内阁的报恩，可是大家都忘了，彭平，你应该点滴在心头。当时你是民视最王牌的主持人，收视率最高的主持人，身价最高的主持人，学历最高的主持人，你是唯一绿营当中挺赖清德的。你后来被追杀，除了论文之外，我觉得很大的因素，因为当时所有绿营的网军打到赖清德最后求饶，所有绿营的名嘴一路追杀。有时候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很感慨，也很尴尬。这些人后来4年后全部站在赖清德旁边力争站好。可是4年前他们追杀赖清德的时候，彭文正是唯一，彭碧是唯一挺身而出的。最后饭碗丢了，家几乎也破了，跑到美国去了。赖清德如果还有一点，我认为感恩之心的话，你不用像罗文泰当行政院长，你不用像罗文嘉当个政务委员，起码让你回到自己的国家，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就看他，如果他不做这件事情的话，我必须要说这个人呢，却让人家很失望。因为当时我记得清清楚楚，在绿营节目，你是在民视对立的节目里面，你是公然敢跟蔡英文站在对立面。同批我在你面前不敢班门弄斧啊！你是真正的传播学的，算是台大新闻研究所的教授。我今天看到很多人都觉得很感慨，那些绿色媒体，所有的知识分子，所有的所谓的新闻从业人员，最起码的一个原则是要站在权力的对立面嘛。你不是传声筒嘛，你不是啦啦队嘛。
可是你在蔡英文当选的时候，你是最绿的主持人，可是你就站在他对立面。我记得非常清楚，不管你在伊甸市，后来到民视，你都站他对立面，你监督他，这叫天经地义。而今天看到很多名嘴，我称为嘴军啊，当年在追杀赖清德的，站在蔡英文旁边的，现在你看这些媒体，嘿嘿，都站在赖清德的身边了。所以我每次真的我看到这种事情呢，我就想到一句话，我相信彭平你应该有这种感触。19世纪一个非常有名的俄罗斯的文学家叫做果戈里，后来他这句话被谁引用了？被我们台湾非常畅销的一个作家捷克的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后来改编成电影叫《布拉格之春》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他讲了一句话，真的，我每次看到那些绿营的名嘴上节目的时候，我就想到这句话：当你专注而且持续的看一件好笑的事情，你会越来越悲哀啊！你看到这个人，你会越来越悲哀。前几天还在那边砍赖清德，他现在变成赖清德的啦啦队。一个新闻媒体，不管是平面的，不管是电子的，你都要记得一件事情嘛，你叫媒体嘛，谁有权利我监督谁嘛，不是我有权利我来监督什么，我来监督在野党。当你持续而且专注看见好笑的事情，你会觉得越来越悲哀了。所以这是果戈里讲的话。我每一次看到那些所谓当年在2019年民进党党内初选杀赖清德的那些绿营名嘴，还有绿色媒体，到今天变成他的啦啦队了。而一个真正坚守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台大前新闻研究所所长的彭丕，在海外不让你回来。所以我看到赖清德当上总统了，我就看他会不会对你解禁。如果不会的话，这种感恩内阁是假的，因为他要的是一条听话的狗。你当年忠于我，现在我要，但是彭丕你不是狗，你绝对不会听话的。你回来之后，你一样会站在赖清德的对立面，因为你有权利。当时你站在蔡英文的对立面，是因为你认为是一个不公平的选举。彭丕你记得吧？我跟赖清德私下从来没见过面，也没有交情，也没有说过话。我只是认为这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不平则鸣，就这么简单。而且还是在最深绿的媒体民视，你来帮赖清德讲话，结果怎么样？被扫地出门。赖清德如果说连这点所谓的不要说报恩连一点点感恩之心都没有的话，不是要你做给彭丕，你也不可能会去做官嘛，你不是要当政务委员当什么 ACC 主委，你要的只是我一个公道，我能够公平的大大方方的走回来。谁相信在蒋介石走了这么多年，在蒋经国走了这么多年，在解严这么多年，台湾竟然还有黑名单，这叫做最大的笑话。而那个黑名单今天就坐在我的对面，穿着黑衣服的彭丕啊，真是感慨万千了。好，邱哥，谢谢你一路相挺啊！我觉得我们有一些个性上的相似之处，所以才会我其实追随着你的脚步啦，因为我看着你从政，在台北市议会得罪人，被人家说你是把你抹黑、抹黄、抹红，我想我比你幸运，我只是被开除党籍而已啊！我是国民党的议员，我监督国民党，因为你有权利，我就监督你嘛。他被开除党籍，我起码没有像你啊，你的政治迫害才是刀刀见骨啊！我开除党籍反而海阔天空。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谢谢大家。